你拥有长生不死的能力，代价却是永远无法登顶成帝。在枯寂的千百万年里，你见证了一位又一位无敌强者从崛起到凋零，盛世到没落。而今天，你的一位好友踏上了正道成帝之路，看着滚滚雷劫中那伟岸的身影，你也不由得生出一抹羡慕。傲天要成帝了，为什么不能是我？这破系统咋还有这么多限制？原来刚穿越到这个世界时，系统就给了你2个选项。选择长生，但无法在这个世界成帝；选择正道成帝，却不能在这个世界长生。当时你想都没想，就选择了长生万古。没想到几千年后，你达到准帝境，却再难前进一步。随后，你瞥了一眼林傲天身旁的古燕歌，她乃9天10地的第一美女，天赋丝毫不弱于林傲天，可偏偏甘愿做一片绿叶，放弃成帝。遥想当年，你们3人闯荡9天10地，相交莫逆，击败了无数天骄，都拥有了正帝资格，最终还是傲天成帝了，而你甚至都无法引动地劫。这个犬跃的林傲天不仅要成帝了，还有9天10地第一美女相伴，我真想上去给他几个大逼斗。不久，林傲天身上一股庞大的剑意浮现，仅仅一剑就将那片庞大的地劫雷马生生劈散。随后，无数神霞和金光落下，天地间降下福泽。9天10地，一位新的大帝诞生了，天道气运加深。这个时代属于林傲天，他当世无敌。在林傲天成帝的那一刻，任何人都只是陪衬。你黯然离去，回到了自己的小天地之中。不就是一个破大帝吗？我才不稀罕。童子，难道我真的不能正道吗？你好好想想，绝对有办法的，对不对？抱歉，宿主，想要长生就无法正道，这是规则。而且，偶像，这是你自己选的。我去他大爷的！长生了就不能正道成帝，这特么什么玩意儿？长生又不等于不会死，没有无可匹敌的力量，我就只能这样一直耗着。思考良久，你最后决定还是苟起来，寻找提升自己实力的方法。就算无法正帝，那也要有自保的手段才行。功法神药对我来说已经没多大作用了。我要重新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长生才是我最大的优势。系统，消耗长生点数，开启推演。推演之力已兑换，消耗长生点数1000万。转眼间，1000年过去，1000年几乎是普通修士的一辈子，可对大帝来说，却只是刚刚起步。这1000年里，傲天大帝开创了自己的圣地，名为傲天圣地。而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仙魔矿矿洞之外，这里也是黑暗祸乱源头之一，甚至曾经战胜过一位大帝强者，分食了其本源血肉。不少暗中观察的生灵都激动起来。难道这位伟力无匹的傲天大帝要逆伐禁区，扫平一切祸乱源头？傲天大帝站在仙魔矿前，战意攀升至顶点，仙魔矿同时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波动。当世大帝是要横扫禁区吗？你过界了！我要一块天命石。你要天命石，真当我仙魔矿无人了吗？话毕，一股不弱于地威的至高力量开始复苏，大道都在轰鸣。不给，我就自己进去拿。真不怕我等极尽生化与你一战？纵然你是当世大帝，也有陨落的风险。傲天大帝向前一步，缓缓抬起散发着极道之威的地剑，仙魔矿散发着恐怖的波动，似有至尊要出世，但最终仙魔矿还是安静了下来。拉去吧，因一咒，他日自会有人来取果。只要我在世，你等不可出世。随后，他一步跨出，来到另一个禁地面前，依旧强势无比，只说了2个字：拿来。很快，那些被傲天大帝光顾过的禁地都送出了一份东西，即使你短暂出关一次，也不得不吐槽一句：不愧是当世大帝啊，连禁区都敢威胁。不过这些东西就算珍贵无比，可对已经证到大帝的傲天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了，还让自己牵扯出一大片因果，他是闹哪一出？罢了，我还是继续推演吧。借助系统的一次推演之力，花费1000年时间，你要走得到目前已有一个雏形。转眼间又是600年过去，此时你已快3000岁，一道血光笼罩在你身上，身后绽放出一棵参天古木，绚烂无比。之后又出现各种大道异象，你的身体也开始不断崩溃。你连忙收敛心神，随后所有异象都缓缓消散，最终在你的体魄之中，只有12团模糊不明之物若隐若现。这条道是对的，我走对了，只不过这种道太过强横，连我这堪比大帝的身躯都会一不小心崩裂。只要我将我的12冰道修炼到圆满之际，我才是真正的举世无敌。修成其中3道，说不定就能碰瓷一下大帝。你已下定了决心，继续苟在小天地里修行。而你选择的第一个冰道是一个古朴的大帝，没有犹豫，当即拿出无数珍稀材料，开始融合修炼。仅仅过了100年，一道红光漂浮，这是属于你们3人独特的联系之法。难怪我现在算是明白了，1000年之前，傲天大帝挑衅那些禁地索要宝物，原来是为了筹备嫁妆。林傲天与古燕哥要举办婚礼了，我是应该去一趟。你最好的兄弟和你曾经喜欢过的女孩结婚了，他们在9天10地所有人的祝福中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当天，万族来朝，密密麻麻的身影一眼望不到头。傲天大帝和帝后古燕哥站在最高的石台之上，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来了很多人，可他偏偏没有看见那道熟悉的身影。他还没来。自从1000年前我成帝之后，他就说要振风祭神，恐怕不会来。不，他会来的。
古燕哥话音刚落，上空突然荡起一阵大道涟漪，电光闪烁，身穿简装的你一个瞬步就来到了高台之上。抱歉，我来晚了，大帝和帝后可要多多见谅啊。说着，随手一翻，一株散发着星辰之光的小树出现在手中。这株小树之上还悬挂着一枚如同月亮般的果实。愿祝大帝和帝后永结同心，万年好合。长生大哥，恭喜你们！而此时，高台之下观礼的人早已经炸开了锅。如果我没看错，那棵树正是星辰树，食用其果能增加5000载寿元，可以说是半神药了。是啊，要知道一般准帝强者也就6、7千年的岁月，大帝也就万载左右，没想到就这么水灵灵的被当作贺礼给送出去了。这星辰树太过贵重，我不能要。寿元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大用，等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彻底振风自身，等到下一世开启，我自会正道成帝。说着，你又扭头看着傲天大帝，今晚不醉不归，这一世大帝让你当了，连9天第一美人也让你得了，今天晚上喝酒我可不会输给你。好，今晚我们不醉不归，让你赢一场也无妨。婚礼当晚，你和各路曾经的好友相聚一堂。由于林傲天已经成帝，他们的地路也走到了尽头。趁着酒劲，他们讲述着各自的不甘。10多人之中，傲天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正道成帝，又迎娶了9天第一仙子。第二天，你向傲天大帝和古燕哥告别，离开了傲天圣地。一名白衣仙子将你拦下。小贼，你又想走？此人正是瑶池圣地的圣主白薇薇。早些年她还是圣女之时，你不小心撞破了正在沐浴的白薇薇，结果她提着长剑对你一路追杀，在相互纠缠之下，白薇薇居然对你暗生情愫。后来两人成为了好友。我的行踪是古燕哥告诉你的吧？重要吗？我以为这一世你会正的。我争不过他。怎么说，我们也算是1000多年不曾相见了，能陪我走一段吗？看着那祈求的眼神，最终你还是点了点头。在月光之下，白薇薇讲述着之前的往事。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天赋只比林傲天差一点的叶辰吗？他死了。他死了？什么时候的事？他渡劫的时候没能熬过，死在了天劫之下。你一阵沉默。古往今来，一个时代只能出现一位大帝，但却有无数天骄只为争夺那一个亿。长生，你说这个世间真的有仙吗？如果是仙的话，真的能长生吗？成仙，这仿佛就是一个骗局。就算是大帝，也有不少为之疯狂，甚至不惜自斩一刀，堕落黑暗，就是为了等待成仙路的开启。可我能长生，我是仙吗？接下来你会怎么办？这一世你无法正道成帝，要等待下一世吗？我会振风即身，等到下一世成帝。你会成帝的，不管哪个时代，你都会成帝的。虽然这一世不是你，但我相信你。我的大道已经到头了，最多也就还有5000载。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这次分别，再次相见，不知是何岁月。以后你能不能每1000年来瑶池圣地见我一次？白薇薇的双眼流露出一丝期盼的光芒，这是她走到大道尽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心境。好，我答应你。听到你答应，白薇薇顿时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你们继续聊了许多，最后白薇薇告别离去。离去后，你又拜访了曾经的好友，不少人早已阴阳两隔。你回到小天地后，感悟颇多，体内开始产生剧烈的变化，无数的大道交织在一起，仿佛演变出宇宙星空诞生的奥妙。这一刻，你像是一位盘坐在时间尽头的长生者。转眼间，又是1000多年的时间流逝了。期间，你照约定去了瑶池圣地，见了白薇薇，两人相约一起游历9天10地，长达数年之久。回到小天地后，你再次利用长生点数推演，继续完善12兵道。5000岁时，你再次出关，你的第1兵道已经圆满。相比世间那些绝顶的准帝，你已经和他们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这个大鼎主修防御，我现在面对大帝，总算不是毫无还手之力。接下来就是我的第2兵道了。第2兵道，你决定主修杀法之力，于是化作一道巨斧虚影，隐隐约约散发出劈开一切的力量。材料足够了，第2兵道会比第1兵道难上数倍。急不得，1000年时间已过，还是先去赴约。再次来到瑶池圣地，白薇薇早已经卸任了瑶池圣地的圣主，独自一人居住在神宫之中。这次怎么来得这么早？我还以为你又要晚几百年。我怕我来晚了，这枚数该谢了。长生，这次带我去看一次星海吧。你答应了下来，并开始寻找千年难见的天地异象。一直到第300年，你们终于看到了一场盛大的星辰迁徙之旅，美得惊心动魄。白薇薇看着这一幕，仿佛放下了所有。长生，以后就不用来看我了。5000年，他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已经快要到暮年了。他不想你看到他失去灵力而衰老的模样。怎么？难道你移情别恋了？长生，如果真的可以长生就好了，就算1000年只见你一次，我也是满足的。我有些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听到这话，你心中久违的有一丝慌乱，开始不断思索哪里还有半神药或者不死神药。当初的星辰树你当成了贺礼送给了古燕哥，却没想到又会和白薇薇结缘，仿佛一切都是注定的一样。
每个人都会有不少遗憾，而白薇薇的遗憾却是不能陪你一起走完一生。6000年，对于他们这些走到大道尽头的准帝而言，已经开始迈向了暮年，他的气血和本源逐步衰弱，而你慌了。这1000年有你的陪伴已经很好了，我很满足。白薇薇说完，你心中升起了一丝愤怒和不甘。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你一直在寻找能增加寿命的神药。6500年，你依旧没找到。你开始施展大神通来洗刷白薇薇岁月流逝的痕迹，只可惜效果甚微。同年，你们的另一位好友古真一终于走到了时间的尽头，你和白薇薇前来送别。我就知道你们两个终究会再次走到一起的。你们3人在星空中喝酒，侃侃而谈，回忆往事，直到古真一身上化道的气息再也压制不住，你们目送他最后一程。古真一强行运起最后的灵力，化作年轻的模样。哈哈哈！此生能与你们同处一室，是我之幸。这世界很好，可是我古真一再也不想来了。叶真，老子来找你了。画壁顿时消散在星空之中，古真一的消散让你更加急迫起来。将白薇薇送回瑶池圣地之后，独自一人闯入了自古长存的禁区之一，拥有镇压万道的万力，你爆发出了堪比至尊的竞技力，可惜依旧重伤逃出，也没得到半神药。看着浑身浴血的你，白薇薇心疼不已。无需为我如此，最后的时间有你陪着我，我已经很满足了。你沉默了片刻，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好字。之后的几百年里，你们两人如同凡尘间的夫妻一般，度过了一段平静又美好的日子。而随着时间流逝，白薇薇也开始变得苍老，不仅仅是她，与你们同一个时代的人也开始相继离去，纷纷化道于天地间。第7000年，白薇薇快要熬不住了，即使你使用秘术，也不能改变分毫。长生，带我再去看一次星海吧。好，你带他来到初次遇见星海的地方，恰好遇见了1000年难得一见的星海潮。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整个宇宙突然都动荡了起来，大地的气息弥漫，星空深处发生了大战，另一股无上至尊的气息苏醒了。但是傲天大帝都没有动用地气，就在提前之战，在同时代所有人都走到寿元尽头的时候，傲天大帝正式进入了他的壮年巅峰期，无人可以匹敌。你叹了一口气，用万灵鼎封锁了处于星海的这片天地，而白薇薇已经彻底压制不住，开始化道了。长生，谢谢你，我这一生已经很幸福了。看着即将化道的白薇薇，思考了良久的你，还是决定告诉白薇薇自己的秘密。白薇薇是你的情关，也是你的劫。薇薇，其实我是长生者。白薇薇的神色没有半点变化，仿佛她已经知道了一样，心疼的伸手抚摸你的脸庞。长生，我好心疼你，未来你的身边再也没有一个熟识的人，没人再陪你说话。拥有长生的你，我只看到了无尽的孤独和落寞。我好想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哪怕只是看着你。化落大道之力开始瓦解，你立刻施展未完成的12冰道，强行抵挡，心中升起无尽的怒意。你不想让我看着你老去的样子，那我就为你夺来不老的容颜。你动用恐怖的力量，彻底将整座星海炼化，熔炼成了无上的神元。白薇薇神色宁静地躺在神元之中，如同一个睡着的少女。抱歉，我不想未来我再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人，原谅我的自私，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星海潮消散，炼化星海神元的气息惊动了大地。林傲天和古燕哥出现在你眼前，即使面对刚刚镇杀一头至尊生灵的大地，你也没有任何畏惧。你要拦我？林傲天神色威严，身上散发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地威，可你身上同样涌现一股镇压万道的气息。纵然是不如林傲天，可终究是挡下了你，直接撕裂空间，回到了瑶池圣地。他走上了另一条路，长生哥另类尝到了，还差一些，不过也快了。古往今来，不乏一些天资卓越者未能登顶，他们会避开天道，重新续接那一条已经断掉的大道。你回到了瑶池圣地，亲手将阵封着白薇薇的神元放在了他喜欢的梅树前，并封印了此地。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经过此事洗礼之后，你的一颗无上心境非但没有倒退，反而精进不少。独自一人对着石壁喃喃道：“我会成仙的。”时光悠悠，转瞬间来到了12000年。9天十地中忽然涌现出一股地威，流露一丝悲伤之意。古燕哥，你也熬不住了吗？纵然傲天贵为大帝，也没能再为你寻来一株不死神药吗？地威回荡在9天十地很长一段时间，傲天大帝带着地气闯入了轮回，数道至尊的气息交缠，就连苍穹布满大道裂痕。傲天大帝除掉了2位至尊，险些将轮回海葫芦带走。即便如此，依旧没能带回一株不死神。12500年，天地浮现异象，这位帝后就快要化道了。在小天地里的你看着传音符传来的信息，犹豫不决。第2冰道虽未大成，但是自保绰绰有余了。林傲天，古燕哥，这应该算是这一世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9天十地第一美人古燕哥即将化道，而他最后想见一面的人却是你。看着没有任何反应的传音符，不由得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不用了，傲天，这都是注定的。毕竟让我留在这个世间足够久了，能陪伴你走完这一世，我已经放下了。因为当初你送的那株星辰树，
古燕哥能够拥有和大地差不多的寿命，这已经很罕见了。天空中隐隐浮现天道的气息，所有生灵似乎都感受到了天命传来的警告。我将你封印起来。不，我不想一直躲在神园之中，我有自己的选择，已经够了。那家伙躲了这么多年，难道连最后一面都不肯来见吗？他到底在躲什么？或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傲天，我支撑不住了，我们去宇宙深处吧。傲天大帝不再犹豫，一步跨出，来到了宇宙深处。就在这时，以撕裂空间来到了两人面前。抱歉，我来晚了。长生哥，能见到你，总算是了结一件憾事。你刚想说点什么？但傲天大帝身上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杀气。为什么不把它封印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取之天地，到最后还之于天地。长生哥，这是我的选择，我已经度过了灿烂的一生，就这样结局也挺好。谁都希望长生，可万一长生是一种错呢？见到你，我已经很满足了。你走吧，剩下的时间，我想和傲天说几句话。你看了一眼傲天，撕裂空间回到了小天地中。傲天，你这一世得罪太多禁区，恐怕会有大敌陈长生走出了自己的道，到时候他会成为你的元首。不用元首，我是当世大帝，会横推一切敌手。纵然他能另类成道，这一世也不是我的对手。傲天，我走了。古燕哥就此在星空中画道，消失在了宇宙深处。又少了一位故人，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大道是真的。时间15000年，一股奇异的波动扰乱了你的修炼心境。傲天，你也熬不住了吗？一个大帝想要续命，要么吞噬不死神药，要么强行靠自身活出第二世。16000年，大道开始哀鸣，所有人都知道傲天大帝撑不住了。你真的没有不死神药吗？那你究竟要怎么选择？是自斩一刀，和那些曾经的无敌者一样躲进禁区来规避天道的探索，还是就此画道，归于天地？时间过去300年，自古长存的禁地就传来了可怕的波动。傲天，你不行了吧？我看你如何镇压我。今日偿还因果，隐秘地系，诉我本人。一道巨大的手掌出现在傲天圣地上空，惊天的剑光瞬间劈灭了那巨大的漆黑手掌。还有谁要索取因果，都来吧，我傲天都接了。我乃当世大帝，纵然衰老，也足以横扫你等苍蝇狗吠。即便如此，仍有禁忌生灵纷纷入世，这些都是林傲天曾经得罪过的禁地。傲天，你老了，不复往日之姿，是你本源，我等还可以撑得更久一些。大战一触即发，7、8道禁忌身影纷纷行动，整座9天10地似乎都要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区区自斩的生灵，你们也配称为至尊？给我死！一尊无敌生灵被地剑给力劈了，而傲天大帝半边身子也被数位至尊联合轰碎。禁忌生灵纷纷抢食着大帝的气血。很好，我感受到了枯竭的本源散发了活力。几位无敌至尊再次出现，而傲天却笑了，使用出了一件瞬间斩杀4尊无敌生灵。快，极尽升华，不要再留守了。镇杀他后，我们还能夺回禁地。 4名生灵纷纷开始极尽升华，大地的力量浮现。什么？竟然是古族的麒麟古皇，他还活着，还有妖族的雪夜妖帝。我的天，这么多的大帝，原来他们都还活着，成为了至尊生灵。他们与傲天再次战斗在了一起，打得整个9天10地都快要被分离了，时空都变得混乱起来。念及我们之间的旧情，这一次我就帮傲天一次。你打开系统空间，兑换了一些脱节地符，一步就来到了大战之地，整个空间遍布裂痕。傲天大帝正在被禁忌生灵围攻，你运起12冰岛，独属于你的至尊力量开始复苏，一顶过去，重新将战场分割。你该死！一名禁忌生灵瞬间向你袭来，你带着万灵鼎成功抗下了一击。这就是大帝的全力一击吗？你没有犹豫，立刻召唤了未完成的巨大斧头砍去，一柄金色的绿如意拦下了这一击。另外一尊禁忌生灵也开始朝你袭来，你的身体顷刻间化为一道劫灰，重新出现在另一处空间。脱节地符，果然不愧是曾经的大帝，没一个好人，怕是用不了几次，他们就能掌握脱节地符的规律。你看向另一片战场，3位极尽升华的大帝凄惨无比，傲天大帝只剩下了一具枯骨，还散发着微弱的生命气息。全月的傲天，几天不见，怎么虚得跟吸狗一样？还不等你动用底牌，傲天大帝的魂与骨皆被炼化了，他的气息消失。就在你准备跑路之际，一道生命气息开始出现。不死神药。当气息再次出现的时候，几位至尊生灵感受到了一种阳谋，针对禁忌生灵的阳谋纷纷开始四处逃窜。傲天大帝归来了，他活出了第2世。数位禁忌生灵联手轰成渣的傲天大帝归来了，即便地气损毁，但他的气息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盛。起来！随着年轻的傲天大帝大喝一声，从那些圣地和地族之中，一件件散发着极道之威的地气飞向了星空宇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阵。只有2头至尊生灵逃了出来，剩下的6位大帝皆被困在藏地沙阵之中。傲天，这就是一场针对我等的骗局，你这个阴险卑鄙的！一名大帝瞬间被阵法击碎，你转身就追上了那2个逃走的大帝。虽然傲天的确是个老硬币，
不过你们两个刚刚打得我很爽是吧？藏地杀阵之中，剩下3名自尊也纷纷开始极尽升华，而傲天却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原来是你们，曾经的人族大帝，你几位也镇压过黑暗动乱，却不想自己也堕入黑暗，真是讽刺至极。林傲天，等你走到寿元枯竭了那一天，也会做和我等一样的选择。即使你活出第2世又如何？不过是时间问题。瓜子，傲天大帝全力激活了藏地杀阵，无可匹敌的力量让人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只有大道不断的发出哀鸣。而此时，你操控万灵鼎与一名至尊生灵缠斗在一起，而另一名至尊则毫无战意，疯狂逃窜。小子，你非要与本座死磕不成？这头神魔已经极尽升华，虽然拥有完美无缺的大地之力，但却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被天道发现，他必死无疑。那尊神魔慌了，硬是扛着你的攻击，也要逃回去。就在即将抵达仙魔矿时，你发动了最强一击，那至尊生灵半个身躯都消失无踪，而仙魔矿仿佛感应到什么，匆匆隐匿了起来。那尊神魔身影突然一阵长叹，蛰伏无数岁月，终究是一场空。随后天地凝聚，一道灭世之雷劈下，就此消失在星空之中。这就是天道的手段吗？恐怕大帝也不敢轻易接下这一击吧。你继续驾驭着万灵鼎，想要追击那逃走的至尊，傲天大帝却出现在你身前，看着曾经最好的兄弟身上散发的杀机，你一阵沉默。你既不是他对手，也逃不掉。我知道他留了后手。你叹息一声，撤掉了你所有防御。林傲天紧紧地盯着你，并没有出手。他留给我的东西破碎了，我就知道是你出手了。另外一名逃掉的至尊生灵，我来的时候顺手击杀了。所以你要对我动手了吗？我答应过他，不过让我发现你成为至尊生灵，我会亲手镇杀你，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林傲天说完，撕裂空间离去，你也回到了小天地中。傲天，这次我出手，全当我们之前的兄弟情谊，后面的我们拭目以待。宇宙深处的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傲天大帝归来后，禁区生灵再次陷入寂静。这次大战，我终于对自己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如果说普通大帝战力是1的话，傲天怕是有 1.3， 而我现在有 0.7， 自斩生灵就是 0.8， 待第2频道圆满，我应该有 0.9 的战力。只要我一直活着，我定能超越所有人。想通这些，你继续开始修炼第2冰道。时间很快过去了6000年，小天地内惊起一阵异响，随后缓缓融入一把巨斧之中。我的第2冰道终于圆满了，第1、第2冰道合一，虽然比大帝弱一些，但也无惧大帝了。现在对上傲天，逃掉应该问题不大。你打开了长生系统，仔细看着上面的数值，半步大帝的境界，看来系统和我估算的差不多。你散发着破开一切的力量，我就叫你破面斧吧。这12冰道越往后越难，也不知第3道冰需要多久岁月。做完这一切后，你看向傲天圣地的方向。自从上次回归后，傲天就隐匿了起来。如果不是感受到强横的生命气息，你一度以为傲天已经离去了。傲天啊，傲天，你到底什么时候死啊？这6000年来你不出事，可别是在搞什么长生法吧？或者第3世？对于你这个曾经最好的兄弟，你既不想他窝囊的死去，也不想他太过强大。童子，你说傲天这必能参悟长生法，活出第3世吗？你这样问，还不如叫我直接去问他。你要不要我现在就去帮你问一下嘛？去你大爷的！垃圾系统除了给我长生，还有个屁用？资源也是少得可怜，连部死神药都没有。算了，看来我也该出去一趟了。你随后来到了瑶池圣地，你曾经和白薇薇种下的梅树也粗壮不少。每当你出现时，这棵小树就会像是一个小孩一样，开心的手舞足蹈。我来看你了，还有你这小家伙，没想到也诞生了灵智。你在瑶池圣地待了半个月后离开了，开始游历9天10地，寻找修炼第3道冰的契机和材料。最终，你来到了9天10地，就连大地都不敢涉足的纪元禁地。这3个禁地分别是藏地、佛土、轮回高原。藏地拥有浓厚的阴气，任何生灵待久了都会尸变。佛土则是曾经有一名大帝进入，也差点被度化成佛。而轮回高原进入便会陷入轮回，直至本源被魔尽。傲天大帝如此强势，这些禁地气息依旧没有减弱的迹象，强行进入对我来说太危险了，还是去其他地方寻找材料吧。之后1000年的时间内，你游历9天10地各地，也得到了几种还算不错的天材地宝。而这一天，9天之上突然一道光芒降世，上古天庭废墟现世。这是9天10地的禁区之一，一条大道凝聚的锁链牢牢将禁区禁锢在宇宙之中。紧接着，傲天大帝苏醒了，一步踏入了神虚之中。时隔7000年，傲天大帝的地威再次降临在了9天10地，并只身一人打入了神虚之中。你抬头看了一眼那苍穹，喃喃自语道：几千年不见，你的实力更强了。要是你不死，该又有多少生灵会绝望啊！你结束了在9天10地的游历，回到了自己的老窝。而这一次，傲天大帝没多长时间就回归了。不少实力高深的老怪物都察觉到傲天从神虚带回来的一些东西。傲天这怕是讨债去了，之前围攻傲天的境地应该都跑不掉。不关我事，我还是继续推演吧。你继续陷入了闭关之中。第8000年的时候，傲天大帝用法则锁链困住了轮回海，进入其中大战了数月之久。
最终，傲天大帝提着一位无敌者的头颅走出禁地。随后的时间里，傲天继续对禁地出手。第12000年，宇宙深处万道轰鸣，持续了近100年。道劫仙晶、梦幻魅晶，这些都是举世罕见的材料。傲天，你之前所做的是为了练兵。看见傲天炼化的宝物，你也十分羡慕。于是你在心里暗下决心，修成第3道兵，也要学傲天一样去轮番问候禁区一番。时间过去了500年，宇宙深处一把五彩仙剑诞生了，远超一般的大地之兵，散发着凌驾一切的气息。很多生灵都以为这位大帝要拿着这把新铸成的地兵去找那些禁地的麻烦，可结果大帝回到了圣地后就沉寂了下来。第14000年的时候，天穹出现了震动，大道法则喷涌而出。这不像是衰老的迹象。傲天难道又想钓鱼？可是禁地的人也不是傻子啊，不对劲，绝对不对劲。傲天一步来到了星空之中，血气鼎盛，大道稳固，并没有半点衰老的迹象。你顿时恍然大悟，难怪那些禁地会送出如此多的仙晶。傲天，原来你也想自斩一刀，沦为至尊生灵，看来你也堕落了。浩大的地威遮蔽了日月星辰，傲天大帝盘坐在了虚空，他的目光掠过了9天10地，似乎在寻找着谁。最终他失望地站起身来，星空中也投来无数目光，所有生灵都在猜测傲天大帝是否会堕入黑暗。你们都在等我自斩一刀，可笑！吾贵为人族大帝，又怎么会与你等躲在黑暗中不敢见光的生灵一样？骤然间，万道法则爆发，他的气势还在不断的攀升。9天10地的生灵无不震惊。傲天大帝难道是想闯登仙路？在9天10地这片宇宙中，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条登仙路。据说这些登仙路连接着传说中的仙界，只要闯过便可成仙。只是踏上这条古路的大帝，最终都没有再回来过。踏进其中，九死无生。傲天站立在宇宙中心，身上散发的剑光贯穿古今。混沌之中，一条古路缓缓出现，傲天就站在古路之前，仿佛在等待某人。我小看你了，你居然敢闯登仙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刻，也该由我来送你。下一刻，一个被万灵鼎包裹的身影飞向登仙路，不少老怪物都认出来了，你就是曾经在傲天大帝晚年出手相助的至尊。见你到来后，傲天随手一挥，遮蔽了天机，即使至尊都不可窥窃。我尘封了万年，没想到你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看着你没有一丝衰老的迹象，傲天也没有纠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随口说道：躲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舍得出来了？如今这个时代，只有你一人与我相熟，这算是最后一顿酒。真打算就这样去闯登仙路？你的寿元应该还有不少。真等我寿元将尽，我反而没有信心。你们两人在星空中，又像是回到了年少时那般，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你所隐藏的秘密，无非是与正道相关。那次你没有正道，我就察觉了，连古燕歌都可以为你隐瞒。我是大帝，又何须在乎别人的秘密？你们都太小看我了。傲天话毕，你一阵沉默。长生的秘密你不敢泄露，如果被禁区生灵知晓，说不定会出现比傲天更加厉害的，你将无路可逃。或许你可以尝试活出第3世，再多一世的积累，闯这条路的几率会更高。第3世，我早已经有了活第3世之法，只是活出1世又1世又如何？这个世间我最后的留恋也没有了，长生万古也不是我的追求。傲天最后的一句话仿佛专门说给你听的，你没有接话，只是一味的喝酒。这一世最后能见到你，对我而言算是一个惊喜。不过我对你还是有所不爽，所以我还是要给你一点惩戒。下一刻，一道五彩剑光毫不留情的将你撞出了宇宙星空，浩瀚的剑气直到9天10地才停下。林傲天，我去你大爷的！长生，未来的某一刻，或许你会发现我留给你的惊喜，亦或是你的杀局。说完，傲天独自一人踏入登仙路，天命悲鸣，万道交织，9天10地的天道也彻底断绝了与傲天大帝的气息。你躺在地上，神色复杂。3万岁了，这一世与你相识的最后一人，当时大帝曾经的至交好友傲天也消失了。你感受到了真正的寂寞与孤独。身硕古今的傲天大帝最终选择了强闯九死无生的登仙路，他的气息消失在了9天10地，天命也在某一刻打开了大道枷锁，留下了一个独属于傲天的道痕。属于傲天大帝的时代结束了，但傲天的道痕彻底消失还需要1万年，在这1万年里，没有人能成帝。9天10地即将发生大变故，我还是先躲起来吧。你回到小天地还不过100年，整个傲天圣地选择自封了，宇宙之中至尊的气息开始无比活跃。傲天离去，不过大道并未恢复，9天10地的生灵无法攀升高峰，对这些禁忌生灵来说食之无味，应该不会发生大祸乱。时间又是4000年过去，宇宙星空中就发生了惨烈的一幕，一名至尊不断地吞噬着星空中生灵，冥冥之中你也感应到了这一幕，你略微推算，发现居然和你有所关联。怎么会和我有所因果？有意思啊！如今我到兵2合1，即使大帝我也不惧，就拿你来练练手。傲天已经消失，这时间又有谁能镇压我？这是一位古老的至尊生灵，气血衰败，大道残缺，因为之前有傲天大帝压制，一直不敢出手。
但本源流失严重，即便他吞噬了一片片生命谷地，效果也是微乎其微。没等到成仙落，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就算将宇宙星空所有生灵都变成血石，都在所不惜。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曙光打断了他，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些竞技生灵的目光。是你居然没被傲天劈死，还是说你本就是和傲天有仇？随着你进入这片世界，发现各族的生灵都喊着傲天的名字，你也明白了为何和你有些牵连。下一刻，你发动万灵鼎对那至尊出手了，双方交战发生了可怕的异响，空间碎裂。随后，强大的地威在宇宙深处复苏了。你从地道之威中认出了这位生灵的身份，曾经横扫过禁区的一代妖皇。是你，龙恶妖皇，在古籍中都赞叹不已的大帝，居然落位了禁忌至尊。不只是你，所有关注到这场战斗的生灵都不敢相信。你头悬万灵鼎，手持破灭斧，感受着眼前这位龙恶妖皇完美无缺的大帝之力。逼我极尽升华，你该死！给我葬送！龙恶妖皇倾尽全力的一击，你不敢马虎，连忙融合两种冰道扔上去。这一击打破了虚空，甚至时间都被扭曲，但最终龙恶妖皇被击飞数个星域，强行退出了地境。我不是败给了你，我是败给了世界，我不甘心。你挥动破灭之斧，结束了这场战斗。随后，龙恶妖皇化作星光，重新反哺这方天地。不愧是曾经的大帝，若你真是全盛时期，我不会赢得这么容易。经此一战，你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而龙恶妖皇消失之后，原地留下的几件物品，断掉的鲜红长矛是一件极道之兵，旁边放着一个漆黑的石盒和几件天才地宝。将它们收入空间后，转头看向被血洗的星域，叹息一声：这就是黑暗动乱，生灵如草一般，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随后，你带着受伤的身体回到了小天地中，打开了龙恶妖皇的小黑盒，里面放着仙木之列的归虚若木。竟然还有此物！果然，这些古老至尊身上都藏着不少好东西。第三道兵还未彻底确定，不过有了这节归虚若木，倒是有些想法了。但日后显示，可能就需要小心一点了。当初傲天的一剑让你与傲天撇开了关系，随着这次出手，你再次被所有竞技生灵视为敌手，已经有不少古老至尊开始推算你的位置。前两件道兵已经被人关注，现在唯一的方法是我练成第三道兵，或者修炼另外一种大道掩盖身份。你思考许久，最终决定一边修炼冰道，另外一边重新推演一条大道。时光流逝，转眼间便是8000年的时间，你也已经42000岁了。这一年天地震动，大道复苏，所有准帝修士纷纷感受到了瓶颈的松动，新的时代开启了。还是感受不到天劫的气息，或许我也可以收一个弟子，看看能否让他去争一争这个时代的大帝之位。于是，你以一具化身开始行走9天10地，100年的时间，你走访了很多地方，最终你收了一个根骨奇差的小女孩，她叫红天。你看见她时，发现她在一堆死人里面求生，将她带回小天地后，你用无上秘法为她塑身，之后封印在神元之中，更是将龙恶妖皇那半件地兵炼化了，放在了红天的身躯之中，以此来温养她本就虚弱的血气。做完这一切后，你重新闭关修行，仙木归虚若木拥有时间潮汐之力，你也对第三道兵有了一些想法。第三道兵就叫做归虚中吧，不过即便有系统推演，想要完成我也不知道要多久。随后你看向另一处推演，五行生息之法。相比于12兵道的霸道，五行生息之法显然更容易修行一些，利用五行之力相生相克，生生不息，从而突破大道的屏障。五行之力也就意味着我需要将五行之道修炼至圆满，实现生生不息运转轨迹。这些修行方法一般大帝都不敢想，谁又会浪费时间修炼多种大道呢？不过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普通大帝终其一生也只能将一种大道修行圆满，而你却选择同修多种大道。五行之力也就意味着我需要将5种大道修炼至圆满，本源融合应该足以媲美完美无缺的大帝。由于12兵道修行难度层层递进，让分身修成五行生息之法，无疑是提升实力最快的方法。保险起见，你还花费长生点数推演了一番。此法果然可行，比我修成第三道兵快太多了，相对的上限也低了，先提升自保能力再说吧。时间100年过去，红天从神元之中走了出来，你的本体带着他一路游历。红天也从一个黑黑瘦瘦的小妹长成了大姑娘，看到无数惊艳的天骄后，红天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老师，我真的能比得上那些天骄吗？我为什么感觉不到一丝希望？对你而言，正道成帝的准则是什么？要无敌，打败一切敌手。可是你天资、悟性、天赋，甚至是你的根骨，统统都不如不行，你还想要无敌之资？听闻此言，红天的脸色变得苍白无色，紧紧地咬着嘴唇。你也升起一阵怒意，真是可笑！是不是我说你不行，你就自己也认为自己也不行了？就这样也想要走无敌之资？你话说完，红天的脸色更加苍白，隐隐有泪光浮现。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有人比你天资好，有人底蕴比你好，还有的运气好，但有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那就道心。你样样都比别人差，那你就努力去追赶，10倍不行就100倍，100倍不行就1000倍。你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拥有一颗坚韧的道心，才是成为强者的第一步。洪天看似是听懂了，但是又有些疑惑。我再陪你游历100年，哪一日你悟了，就自己游历去。而之后，你只陪了洪天10年。洪天在告别你之后，独自远去。他身上有你隐藏的半截地冰和脱节地符，即使碰到至尊也有保命的弩，你并不担心他的安危。以我现在的资源，想将你培养成准帝不是难事，可不经历风雨的洗礼，哪能真正成长？你已经决定了，要将这丫头每一世都放出来一次，让她与各个时代的天骄对决，磨练，直至将她的道心磨练至完美无缺，然后正道成帝。返回的路上，半步大地的你感受到了危机，随后一只巨大的手掌就朝着你袭来，你下意识的激发万灵鼎朝着巨手攻去，巨手连带着杀意也一同消散。这只是试探，究竟是来自神虚，还是轮回海，亦或是仙魔矿？你隐隐感觉有无数的力量在推演你过去，但你修为已经远超至尊，让推演变得极其困难和危险。回到小天地后，你立刻将空间隐匿了起来。我既不属于禁地的至尊，却又能阻止他们发动黑暗动乱的实力，看来是被他们盯上了。不过他们应该在我被龙鳄妖皇打伤时一同截杀我，但自斩一刀的生灵都是苟且之辈，反倒是让我有了机会加速修炼五行生息之法吧。转眼间，数百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洪天再次与一个海族的年轻天骄发生了大战，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越战越勇。不出意外，他再次失败，拼命逃窜。他也因为不断挑战天骄而被很多生灵认识。寻常修士经历次次失败，道心早已破碎，而洪天失败只是他的日常。我一定能行，师父说过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我一定可以。追逐而来的海族青年此时心中也有一股怒火，因为从最开始的随手镇压，到如今动用全力，他的心里总有一种感觉，下一次或许这个女子就会平视他了，甚至可能超越他。在洪天修行的这数百年的时间里，宇宙各地涌现了一大批的天骄。不仅仅这些天骄们开始展露锋芒，连这些天骄背后的势力也忍不住出手了。一些较弱的势力，连同护道人和天骄在内，都一同惨死。在争抢地位的道路上，一直都是血腥的。几百年的时间，对你来说更像是一瞬而已。无数的木之精气在你体内诞生，稍许时间即可圆满。木之一道即将完成，只要不真正与那些至尊生灵交手，他们就不会发觉我的身份。好久没关注那丫头怎么样了，还是去看看比较好。你一步跨出小天地，根据之前在洪天身上留下的记号，你很快就锁定了位置。洪天独自一人看着云海，怔怔出神，浑身散发着颓废的气息。啧，一颗道心都快稀碎了。老师，来，好好给我说说，近些年都发生了什么？你过得怎样？洪天将这数百年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你。原来这些年，洪天不断的向那些天资比他好的人挑战，虽然结果都是他败，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其中一个海族天骄更是被他视为劲敌。就在他满怀信心再次去挑战时，却看见海族天骄被一场人杀，他瞬间觉得自己的努力在天赋和资源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听完他的讲述，你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洪天啊，洪天，你有没有想过，你遇上的那个所谓的海族天骄，可能在海族中连名都排不上？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真正意识到了我和那些真正天骄的差距。这份差距太大，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天堑？有大地和准帝的天堑大吗？不还是快被我追平了？洪天，那些真正的逆天妖孽看着那海族天骄，就和你看着那些普通的修行生灵没什么两样。老师，你想说什么？当然是想说，你还是菜，得多练。洪天听完，原本破碎的道心，现在彻底变成了一滩浆糊。跟我回去吧，这一世就先这样了，多来几世，多遇见一些妖孽，你的道心迟早会更加细碎。我不回去，我还想再试试。试试？怎么试？等你熬到人老珠黄，再去和那些血气旺盛的天骄们打，搞不好你老师我还得先来给你上坟。不回去，我就不回去。这个时代也就这样了，难道你就不想见一件真正的大事，和那些会留名万古的天骄交手？会有这样的大事？我会将你阵封起来，将来每一世会让你出来一次，与那些真正的天骄交手，一世又一世，直至你面对那些所谓的天骄视作普通生灵，酝养出自己的无敌道心。当然，如果有一天你的道心彻底破碎，无法凝聚，我会抹去你的记忆，让你成为一个普通人，过完一生。老师，我想和那些真正的万古天骄交手。将洪天带回，重新阵封进了神元之中后，你也开始继续修炼。天命重现的第1000年，宇宙中传来轰鸣，一条古朴充满大道气息的道路出现了，仿佛在准备接应他等待许久的唯一人。地路出现了，大角逐要开始了。这一世，我必定击败所有对手，正道成帝。不少绝世天骄内心呐喊，信心十足。在小天地内的你，只是瞥了一眼地路，便再次收回了目光。当初我们3人打遍地路无敌手，真是怀念啊！这次地路出现，好像对我的小天地也有些影响，应该问题不大。转眼间，又是600年的时间过去，地路上的尸骨数不清，道不明，皆是来自各地的天骄。第1800年，在地路的尽头，一块巨大的石碑从混沌之中缓缓升起，地路之上仅剩的13位天骄，名字都浮现在石碑之上，意味着他们有成帝的资格。
这一战我的名字会留在上面。等到最后决战开启，我会击败你们，轰碎万道法则，正道成帝。之后，其余生灵在石碑前驻足之后也纷纷离去，他们都在等待着天命的现世，等到最后决战的开启。在天路现世的时代，随着13位生灵登临地路的尽头，在地碑上留名，诸天万界迎来了短暂的平静。相比于上一世，这一世获得天命认可的生灵相对多些。你也关注着天命的开启，时间仅仅过去了10年，整个宇宙突然一震，所有生灵都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大道的压制。天命现世了，最后的角逐开始了。想要去渡地劫的冲动又从你内心滋生。我真不能渡地劫吗？上次只是感受到某种恶意，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伤害。你继续看向宇宙深处，13道璀璨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率先出手的是食人族的9窍食人，集天地灵气诞生，得天独厚，拥有无匹的战力。来这儿！随着他率先一声呐喊，又陆续出现其他天骄，光柱显现。当然，并非所有天骄都有勇气前来。13道中有5道光柱暗淡了下去，石碑的名字也暗淡下去，代表他们放弃了成帝。如果连与我等对战的勇气都没有，退出是你们明智的选择，不要白白浪费性命。大帝之位又怎么可能会被懦弱的生灵所得？走上了这一条路，就赌上必死的觉悟。哈哈，说得好，一起打！没有任何征兆，大战就这样爆发。9窍食人太过惊人了，竟然要以一己之力横扫剩余7位天骄，其他也不是泛泛之辈，就这样混战在了一起。不久，一名妖族天骄被人斩落，成为了大地之争的第1位牺牲者。小天地中，你也注视着星空中那几位绝顶生灵的大战。没想到这么激烈，当初石碑之上只有我们3人留名，傲天成帝也太过简单了。就在你感叹之时，一股诡异的波动开始朝决战的方向飞去。你敏锐地察觉到了有禁地至尊出手了。那几位绝顶生灵所蕴含的本源和血气，对他们而言都是最佳的补药。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你成帝的机会？禁地至尊拖住那些天骄，我去偷偷引动地劫，或许可行。宿主，可行个屁！我劝你最好不要尝试。我怕个当，半步大帝岂是开玩笑的？最不济我也能保命，你别劝我，就算被雷劈我也要去。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无视了系统，继续注视着星空中的大战，等待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让你彻底死心的实验。随着一阵激烈的震动，原本7人的混战瞬间又陨落2位，仅剩的5个光柱，其中3个摇摇欲坠。生命最旺盛的当属9窍食人和天凤一族的五彩龙凤。五彩龙凤和9窍食人对战，眼看落入下风，竟然率先引动渡劫，想要抢先渡劫。剩下的4人联手将其击杀。眼看9窍食人胜局已定，天空突然出现了一座诡异的宫殿和一个撕裂的空间。青铜仙殿和吞心渊禁地现世了，我的机会来了。你没有过多犹豫，便直接走出了小天地，生命气息极其的旺盛，早已经修至了圆满。也好，你们去找正道者的麻烦，我去尝试沟通天命，或许这一世我会成帝。你很快的来到了那4片大地劫的边缘之地，你对谁成帝并没有任何想法，毕竟9天10地出现一位大帝并不是坏事，你至少可以安稳的修炼1万多年。不久，腐朽的气息也来到了渡劫的4人之处。古往今来，很多大帝在正道地劫的时候，都曾经遭受禁地至尊的阻碍。那具古棺震动了一下，弥漫着这一股死气。一只巨大的手掌带着禁忌之力，直接向着渡劫的4个生灵拍了过去。你的机会来了。成帝的道路总是异常凶险，在所有正道者仅剩4位之时，禁地的至尊终于出手了。这4个生灵成功挡下这一击，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沉积着一件极道地兵，就是为了防止禁地至尊的袭击，甚至之前生死大战都不曾暴露。以为几件地气就能护得住你们吗？那具青铜棺内传来非常苍老的声音，随后一道漆黑的光芒瞬间向前弥漫而去，当即就斩杀了1位天骄。紧跟着后来的2位至尊也不断骚扰着几位渡劫的天骄。在禁忌生灵和雷劫的攻势下，9窍食人浑身浴血，战意十足，一边抗下天雷，一边躲避攻击。待我成道，必将尔等彻底肃清。见9窍食人实力不俗，青铜棺内的至尊转头盯上了另外2人。几位至尊再次一起出手，那2位天骄虽然不甘，终究还是死在了神雷之下。天命震动了起来，像是锁定了出手的几位禁地至尊。青铜古棺和石像汲取了几人的本命之后，立马逃遁。2尊至尊同时回归了青铜仙殿和吞心渊，而9窍食人在地劫之下，肉身早已消失，只剩下一片血雾，吊着半口气。9天10地和各地的生灵都神色骇然，都死了。难道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成帝吗？没有大地守护的时代，万界之中会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黑暗。眼见一切就要落下帷幕，你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你没有去管那苟延残喘的食人，而是盯上了天命，开始释放至尊之力，期盼能引来地劫。乖，到爸爸这里来！一声神雷炸响，你神色变得有些沉默起来。我干你大爷的！不是地劫神雷，是 TM 的天罚灭世之雷，完犊子了！比地劫无数倍的天雷直直的朝着你劈来，你全力运行五行生息之法的木之一道精气抵挡，随后拼命逃遁。天雷锁定了你，不断朝着你发起攻击。就我不能正道是吧？就劈我是吧？正道者也不是我杀的。
去你的天命！等乐子有一天一定要把你给轰碎。就在此时，你前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想当老六的至尊，看着你顶着灭世之雷前来，吓得他开启秘术。丫的，这次亏大了。这天雷明明是攻击那些偷袭的至尊的 ，TM 让我背锅了。好在你并非自斩一刀的生灵，天雷对你没有压制效果。即便如此，你依旧十分狼狈。而另外一边，所有观看地劫的生灵都以为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成敌。原本苟延残喘的九窍石气息却突然暴动起来。你之前硬扛天雷留下的木之精气开始朝着九窍石人凝聚，一众生灵都惊呆了。那原本快要消散的神火，在这一刻彻底。给我开！一道伟岸的身影，天地之力上，有人成帝了。而在某个宇宙依旧狼狈的看到这一幕，差点气得吐血。好，今天出门我没看皇帝，合着苦我一个人吃，你们都想服是吧？你冷冷地看了一眼天命，随后轰碎了残存的七把雷霆，直接破空而去，回到了自己的老巢。九窍十人称帝，九天十地和宇宙各地都开始出现祥瑞，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新的大地竟然靠着意志轰碎了天劫。而刚踏入地境的九窍十人，睁开的第一眼就朝着你的方向望来，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小天地内打坐调息的你闷闷不乐道：我未来的岁月还很充足，不急，这些债慢慢还，尤其是那几位禁地的至尊。而宇宙诞生新大地的这一天，你已经快45000岁了。九窍十人石坤在宇宙星空正地，号称九窍十皇。他并没有像那些大帝一样开创自己的道统，而是孤身一人沉寂修行，顶多就是庇护一下天生地养的石灵一族。在成帝第4000年的时候，你的五行生息之法火行之道已经圆满，12兵道依旧缓慢。第4600年，九窍十皇爆发帝威，朝着轮回海杀去。这一战昏天地暗，满身是血的闯出来后，又陷入了寂静。不少生灵觉得十皇是去清理至尊生灵，而你却觉得这个大地并没有那么简单。九窍十皇成道第6000年，九窍十皇开始对吞星渊发动攻击，最终九窍十皇镇杀了一位至尊，但是自身也遭受了重创。闯出后再次寂静，虽然拼死了一位禁地至尊，但看十皇的状态也应该不好过，吃了大亏啊！这位大帝对吞星渊出手，居然没有别的至尊阻拦，有点意思。转眼间又是1000年的时间过去了，你已经52000岁了。九窍十皇对数位至尊出手的波动将你惊醒，由于距离你的小天地位置不远，你不得不出来看看情况。你看到当时大帝与至尊争夺一样东西，大打出手，而最终那件宝物破开时空离去，谁也没有得到。眼看大战结束，你也准备偷偷溜回老巢，一股地威将你定在了原地。大战一触即发，你神色冷冽，背后浮现一轮大日，垂下炙热的大道法则。呵呵，今天我就要尝试一位完美无缺的大帝之威了，只不过我的道行难道就弱了？是大帝带着浩瀚的地威而来，如同凌绝9天之上的真龙，气息之凌厉，压踏万丈红尘。星空中两种大道不断的碰撞，最终消散。如果我动用本体的道兵2合1，这尊大帝不足为虑，就是不知道残缺的五行之道是否有能力一战。看你竟抗下了他的气息，九窍十皇略有诧异。一位至尊生灵也敢在我面前出现？当时大帝，我倒是想要掂量掂量。没有任何比上次更强的地威爆发，九窍十皇带着无与伦比的力量轰杀而来。你同时激发了2股完美无缺的大道抵挡，背后生长出一棵参天古树，古树之上一轮由大道凝聚的日炎，残缺的土之一要化作一柄长矛。你们战斗在了一起，同时你也发现这尊大帝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强。2种完美道衡虽无法真正抗衡大帝，却也不落下风。这1000年的时间，这位十皇的道衡似乎并没有多少精进，又或许这位十皇并没有动用全力。果然，九窍十皇气息，巨斧带着无可匹敌的力量将你击飞而去。当初我正道之时，你是那位觊觎天命的至尊吧？这是他的权利，比预想的还是要弱几分啊！莫非这位十皇身体出了问题？你没有回答他。九窍十皇盯着你也陷入了沉默，他的眼中有犹豫，还有一丝浓烈的杀意。你也准备唤醒本体，与之一战。而下一刻，九窍十皇收敛气息，平淡地说道：他日我称你硬，今日算是我偿还过。下次若是再次相遇，我必定震杀你。杀我？你真以为自己是傲天啊？一场大战结束，你继续回到小天地修炼了起来。时间很快就过了2000年，当时大帝已经9000岁了。自从上次大战之后，十皇沉寂不再现世。如果不是偶尔散发着一股股地威，你甚至以为大帝崩了。十皇成帝12000年的时候，天地出现了震动，那位九窍十皇竟然就这样直接打进了轮回海。两方的大战波及了无数的时空，然而最终大帝的气息消失了。沦为禁地至尊了吗？你喃喃自语道。或许这是每一个大帝都需要做出的选择。至少九窍十皇在位期间也庇护了不少生灵。上次你去轮回海战斗，大家都以为你去镇压他们，没想到是去谈判，演给万界生灵看的。豪言壮语，没想到自己反而成为了禁地至尊，突然有点怀念傲天了。九窍十皇消失，但他的道痕依旧会存在一段时间。天命如往常一样悲悯，每次都当做死了儿子一样。你要是早选我，我不得活到给你养老送终。你鄙夷了一番天命，继续参悟功法。如今你土行一道已经圆满，
开始掌握精行之道。在你闭关修行第500年的时候，你的小天地被至尊生灵攻击，没有了大地的震慑，禁地生灵也出现得肆无忌惮。踏出小世界后，你展现了至尊力量，3色光华冲天，震得大道轰鸣不已。神秘至尊生灵一阵诧异：“你不是他，我是你大爷！”你没有多言，直接驱动3色光华，爆发了无敌之威，气息直逼大地。但那名禁区至尊也不是泛泛之辈，手中的一面古镜隔断了时空，没有继续出手。这不是他，你们的消息有误。此话一出，隐藏在暗处的另外2位至尊也从黑暗中走出。果然，这次出手的至尊不可能只有一尊，还好我早有准备。的确不是他。3道强大的至尊法则封锁了一切，同样也洞悉了你所展露的本源之力。而此刻，你却面露愤怒，将威势提升到了顶点。3位道友无故围攻我的道场，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说法？是我等草率，推算子弟可能是一位敌手，没想到是道友的道场。区区几句话就以为我会相信？尘封数十万载，真以为我不行了？你的话似乎激怒了其中一位至尊，他冷哼道：“那你想要怎样？我想怎么样？那就打一场，大不了就都极尽升华，我至少也可以拼死一位。”你的话直接让3位至尊沉默了，他们都是自斩的至尊，为了活下去躲进了禁地，非必要他们并不会拼死一搏。最终他们3人还是决定给你一大笔天才地宝。了解此事，他们果然是冲我来的。禁区的生灵不会允许一位堪比大地的生灵存在，打破平衡。现在我的第3冰道和5行生息都没有圆满，先走为上。但是我也不能立即消失，否则会引起怀疑。再等等吧。9窍石皇所在的时代并不算平静，消散后的第2000年，宇宙中突然传来了一种莫大的悲痛，有数片生命古地被血洗了，大地逝去的年代，没有谁能够阻止这尊堕入黑暗的生灵。万灵的悲痛你也感受到了，但却并没有选择出世。5行生息之法，才差一种道法便可圆满。现在的实力，面对数位至尊生灵还是有些压力，还不是出手的时候。从上次被至尊生灵找上门后，你担心再次被众多至尊埋伏，所以格外小心。就在你如此想的时候，在宇宙星空某地，又有一片片生命古地被灭了。宇宙生灵的痛哭唤醒了古迹之中一尊沉睡的人。如今是何岁月？它散发着一股独特的禁忌气息，与那股黑暗生灵的气息分庭对抗。这是一尊不属于当世的无敌生灵，封印下来的无敌者，不是自斩的生灵，另类成道者。你有些诧异，那个生灵并没有那些大地自斩之后的堕落气息，反而是无比纯粹的大道之力。他的面容慈祥，布满了皱纹，但是也依稀的能看出他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也曾白衣少女。他一击便破了黑暗生灵的牢笼。大帝娘，当时的大帝何在？从生灵的窃语中，他得知当时大帝已是2000余年，也知道了过去了多久。原来已经过了100万年了。我的本源已经腐朽，难以再现巅峰力量，但没有大帝杀你，那就我来杀你。雪白色的枪芒压塌了一片火星，2股极尽之威碰撞，所过之处将虚空撕裂出一条条可怕的大道痕迹。最终他还是倒飞而回，本就枯槁的身体越发的干枯，连血液都咳不出来了。已经虚弱到如此这般了吗？好。他挥动长枪，再次向前杀去。很快，另外一名禁忌至尊也出生，禁忌生灵开启了极尽升华，一击就将银发的老者震飞出去。老者气息萎靡，只剩最后一丝意志支撑。视万物生灵如草芥，你枉为成道者。区区另类成道者也敢阻拦于我，腐朽之身也想就是，大帝也做不到。我老了，但是还能一战。老者将仅剩的力量全部融入雪白的长枪之中，长枪爆发出堪比大地的威势。这股力量之强大，引得万道轰鸣。银发老人消失了，只留下一柄银白色的长枪，隐隐约约能看见一尊年轻的身影。他意态洒脱，仿佛将世间一切事都不放在眼里一般。我曾巅峰斩至尊，我曾抗衡大地不败，我曾与大地拼过黑暗动荡，但这不是我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能葬下我的船，我的时代在上空，回不去了。没有人认识这个生灵，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生灵来自哪个时代，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把银枪，那禁地至尊就算完美不缺，但是在这把银枪之下也遭受了重创，再次躲入了禁区之中。这是一位无敌者，没有成帝，而是走上了和我一样的道路，另类成道。有些生灵不是大帝，却胜似大帝。自从那位沉睡的无敌者平掉了星空中的祸乱后，整个9天10地迎来了短暂的平静。仅仅过去1000年不到，宇宙星空之中又有生命古地被屠戮，你依旧没有出手。你知道，在你没有彻底拥有大地的实力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杯水车薪。转眼间，你已经65000岁了。本体在修炼第3道冰的时候差点崩灭，时间潮汐一到，让你一直处于混沌轮回的状态，身体偶尔变成枯槁，神魂寂灭，偶尔又会新生。纵然我十分小心了，分出一道身躯，但是2种大道同时推演还是太过危险，本体出问题，我也会受到重创。你用木之一道不断的给本体输送生机，不过好在第3冰道像是打开了一道缺口，步子又往前迈出了一步。果然不全是坏事，9窍石皇已经逝世接近8000载了，他的道很快要消失了，要不了多长时间，天地万道又要重新复苏了。你这一次并没有继续修行，融合躯体后，
准备历练一番消磨修炼带来的后遗症，同时重新找一处小天地。出发的第一站，你来到了瑶池圣地，你站在了那株梅树下，梅树欢喜伸展着枝桠，盛放着鲜艳的梅花，无穷的花海将此地笼罩了起来，像是见着了最亲近的人。我来看看你们。你不断的讲述最近发生的事情，镇杀至尊生灵，收了一个小徒弟，对亿万生灵生死无动于衷。不知道你会不会怪我？我走了。之后数百年的时间，你隐匿了身份，在红尘间游走，当过客栈老板，做过云游诗人，一次次的身份转变，逐渐消去修行大道留下来的后遗症。身躯圆满，我也该去办另一件事了。再次花费数年，寻找了一处安稳不易发掘的小天地，这并不容易。在你寻找之时，宇宙之中却发出一阵涟漪，一件宝物从你眼前划过，正是当初九窍十人争夺的那件宝物。那件宝物化作一本道书，缓缓打开，散发着一股股大道涟漪。跨越时空的道书再次出现在了你的面前，道书散发的大道涟漪在这片星空不断的扩散，这种迹象太大了，原本那些枯寂的古星在这一刻都重新焕发了生机，荡漾起了一阵阵生命的气息。这道书不凡，死寂的星空竟然因此而诞生了生机，加速了其周期，或许对我修炼第三冰道有莫大的好处。然而就在此时，一只巨大的手掌朝着道书抓起。呵呵，我看中的了，你们谁敢拿？你知道道书不凡，一出手就是4道大道法则，一拳击出，竟带着一股无上地威，与那手掌碰撞在了一起，烟雾散去，一颗宛若枯骨的生灵出现在宇宙之中。为何阻我？一声落下，震得苍穹作响，大道凝滞，而你背负双手，四色光晕冲天，气息远超这名至尊生灵。这道书与我有缘，道友莫非要抢夺不成？可笑，可笑！那至尊生灵引起之怒，在其背后浮现了一片尸山血海，散发着一种吞噬一切的气息。还不等你争斗，这片空间又出现了几道至尊生灵，5位至尊同时释放气息，这气息太过庞大，大道都混淆了，法则流转的速度都变得凝滞了起来。好家伙，这都快比得上当初傲天大帝晚年被围攻场景了。但我也不是当初的我了，虽然我还是没能成为那个你，却无限接近了。谁都没有开口言语，那中心处的道书此时绽放着一道道涟漪，仿佛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在其中观看着几位至尊一般。你转头看向身旁的至尊生灵，气息正是当初围攻3人中其中一位。看来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卷道书不如一同参悟如何？这句话出来之后，很快就有至尊生灵同意，毕竟都是为了苟活，每一次大战都是在燃烧生命，自然没有生灵愿意。系统发布任务，阻拦至尊生灵抢夺道书，可获得长生点1000万，长生点可以加速参悟冰道，请宿主不要错过。呵呵，这要你说，我不同意。我说过了，这道书与我有缘，诸位道友不要找不痛快，你们都就此离去吧。几乎在这一瞬间，4位至尊生灵的目光同时看向了被4色光晕笼罩的。口气不小啊，道友想要独吞，未免太过贪心了。话音刚落，4位曾经的大帝同时爆发气息，但却奈何不了你分毫。诸位道友，这道书是我最先找到的，本应归我，但是你们若非出手抢夺，那我也只能极尽升华与你们一战了。你的话语霸气无比，对自己充满了自信。随后下一刻，仿佛4位至尊生灵同时商量，开启了大混战。当真以为我等会惧怕你？就算你是完美无缺的大帝，面对4位至尊同时出手，也得掂量掂量。由于你的5行之道还差一道，面对4位至尊生灵的攻击，仍然有些力不从心。到底不是完整的5行，应付起来还是有些吃力。现在不是什么真正的生死大战，他们应该不会极尽升华。我给你们极尽升华的时间，让你们恢复巅峰，我也无所畏惧，来战吧。此话一出，那几位生灵更加愤怒，却也无可奈何。没有谁会随随便便就动用底牌，于是你们就这样一直耗着，等待另一方的妥协。然而就在此时，那在虚空中散发大道涟漪的道书突然合拢了，就要遁走。趁他们分心之际，你拼尽全力突破了封锁，用4色大道将道书镇压了下来，并抓在了手中。4道至高的神威在这一刻浓郁到了极致。以为我怕你们？有本事就极尽一战。你的话语在虚空中回荡，眼中更是面对4位至尊生灵的平静。看见道书已经被你抓在手中，4位至尊生灵并没有再动手。有人一声冷哼之后，直接破碎虚空离去。我正好缺一具地区来滋养，你喊何事？身为戍族，我的寿命可比一般生灵长太多了。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我会来找你的。戍族至尊散发一股冷厉的气息，最后归于虚空。随后，另外几道生灵同样散去。恭喜宿主长生点已经到账。我赌对了，这些自斩的生灵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接下来就让我好好研究你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在那4位至尊生灵离开这片崩溃的虚空之后，你也回到了新开的小天地中，仔细研究拿到手的道书。这是不属于这方世界的东西，究竟是从何而来？似乎生有灵智。如果你不现身的话，信不信我将你镇压在茅坑10万年？良久之后，那卷道书才传出一阵波动。等我出世，我能抬手间就镇压你们这些至尊，一巴掌一个。虽然声音有些稚嫩，
你却无比高兴。你有的是时间收服这卷道书，时间就这样缓缓流逝，转眼就便是500年过去了。你还敢这样看着我？你知不知道，若是被别的至尊找到，你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道果了。我怕什么？区区至尊奈何不了我。至尊都不放在眼中，难道地境之上还有路？面对你的询问，这个生灵像是看一个土包子一样看着你。区区未成道的生灵，有什么资格询问我？说完又钻入道书之中。转眼间，你一边修行5行生息术最后的大道水行之道，一边借助研究那卷道书，期望能找到一丝来源的蛛丝马迹。某一天，突然万千大道显化世间，诞生出了无比庞大的异象。看来九窍石皇的道痕彻底消失了，旧时代翻篇了。这仿佛是一个轮回。你叹息一声，内心却没有半点波动。童子哥，我觉得还是你最好。区区天命算得了什么？正地而已，能与你的长生相比较吗？完全不能。迟来的深情比狗都贱。系统只显示了你之前被雷劈的画面。童子哥，未来陪伴在我身边的终究只有你，要不我们滚呐！转眼间又是几百年过去了，那卷道书中的生灵忽然从书里面钻了出来，并给你几个奇怪的画面。这是你的来源？生灵点头，也有些迷茫，最后又陷入沉默。于是你又安慰了一番。9天10地因为万道复苏，一时之间9天10地和那些生命谷地又涌现了一批天骄。你来到阵风洪天的神元面前，淡淡说道：这个时代和上个时代差不多，只要你的道心别棒，别被人打死，终有一日你会超越自己的极限。洪天又败了。在小天地内关注他的你无奈地说道：这笨丫头就不能先挑一些软柿子捏吗？不给自己来一点自信，一上来就找那些天骄练手，这不纯找死？虽然洪天败得很痛快，但是他并没有被震杀。多年的经验，他早已经摸出来一套逃走的路子，那是相当熟练。即使是天骄，也只能遥望他的尾灯。仅仅过去了30年，洪天在连败的路上开始走上了自己高光之路。他成功击败了之前打败自己的天骄。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击败你。那天骄放出豪言，看着那位沉默寡言并算不上好看的女子，一颗道心悄然破碎。从最初的随手镇压，到如今自己3招败落，这个女子也只用了30年。没人敢相信这是一种什么进步速度。我从来不曾将败在我手之敌放在眼里。我给你时间追赶，但是下一次面对我，你只会更加绝望。而在之后数年，洪天又蜕变了，之后连续击败曾经击败过自己的天骄摧枯拉朽，仿佛要开启连胜之路。可是之后遇上一位天骄，他又败了。你觉得时间差不多要接他回来，可洪天觉得他还不够，不想被阵风，他逃走了。但他又如何能逃得出你的手里？抓回来阵风后说道：连自身都无法自制的人，如何能登顶？真以为打败几个所谓的天骄就可以了？继续磨练下去，万败之心生出魔性，再斩断心魔，说不定真的可以。万败之后，就是收菜的时候了。会不会出现一个连我都震惊的天骄？时间又过去200年，道书再次显露出一些画面。一条登仙路贯穿古今，不少人在仙路中跌落。这究竟是哪里？一个破碎且庞大的世界。那条登仙路，在你来的那条时空裂缝之中。我只知晓一线路，但是太过模糊了。经过数百年相处，气灵已经对你十分信任了，而画面中散发的气息让你知道，没有大帝的实力，绝对不能亏弃。我的水行之道快要圆满了，等到5行圆满，化为至高本源，我可以去走一遭，拥有大帝级别的战力，想来不会有太多问题。童子哥，再给我兑换一次推演之力。大道恢复的第800年，地路开启了。大道恢复的第800年，宇宙中再次传来巨大的震动，所有生灵都知道这个时代的地路开启了。而同时，在宇宙的一处枯寂星域，整个星域残存的神宿仅属一族，举全族之力培养的唯一天骄李海棠也踏上了地路。与其他天骄不同的是，他登上地路只是为了给整个种族寻找一片栖息之地。地路上他并不惜打斗，但是他不得不去找。离开家乡100余年，他也找到了不少适合族人居住的星球，但无一例外都被别的生灵占据。无奈之下，他只能登上地路。传说登顶地路的强者，天帝会降下负责让枯寂的星球焕发生机。地路之上，但凡向他挑战的生灵都失败了，但他却很少下杀手。他的名气也渐渐响起，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性格软弱温柔，只想在父母庇护下的乖乖女，而如今却是冷艳的正道天骄。很快，地路之上显现出了7个名字，李海棠位列其中。小天地中的你也在同一时间爆发出了冲天威势。最后一道水行之道成了，五色华盖旋转，万道加身，像是一尊俯瞰万古的大地元皇，令日月失色，镇压万古。5行合一，拥有至高本源，这才是真正的无上帝境。虽然你没有天命认可，但是5行大道合一，你还是完成了终极一跃，成为了没有束缚的大帝。67000岁，我做到了。这个世间，我不再惧怕任何人。如果那些禁地之尊还在打我的主意，那我也不介意大杀一番了。这你就满足了吗？在我印象中，你这种生灵比比皆是。有意思，等我稍微稳固一下境界，我就随你去看看那登仙路。仅仅过去10年，天地突然震动了，再次唤醒了沉睡中的你。这一世也到了最终决战的时候了吗？谁会成帝？短短几天时间，7位正道者只剩下了3位。
这一世的正道候选者们的差距似乎有些过大了，不知道这个时代会不会有禁地至尊出手干预。就在此时，高悬雷海之上的天命散发出了一阵强大的波动，三人饮下地劫，开启了争斗。而那风华绝代的女子更是霸道无比，似乎是直接无视了地劫，直接用宝瓶将地劫吞了进去，霸气无比。他们大战到了最激烈的时刻，禁地至尊又开始蠢蠢欲动。禁地终于又要出手吗？果然地路上有争斗，他们就不会消停。来自藏天岛的至尊吗？你忽略了那准备动手的至尊，反而看向禁地。古往今来，想要掀翻禁地的只有几个大帝能做到。或许有一天，那些禁地坐镇的生灵不胜几尊，我可以去尝试一番。对于禁地，你还是比较好奇的，为什么能够躲过岁月和天命的追查？还有禁地存在世间的秘密。在你恍神之际，三尊生灵站到了生死关头，禁地至尊终于出手，一名妖族天骄当场陨落，而另外一名食人族天骄成功挡下了禁地至尊的一击，但他的护身地气身上居然散发出九窍尸皇的气息。没想到这把地兵竟然借给了他的族人，但有上个时代无敌者的气息，他怕是无缘大帝了。果然，天命感受到了那股地兵，那人乘出的天降威势比之前更猛烈了，最终身影破碎，跌落下去。如今场上只剩下那绝代风华的女子，她没有地兵，仅仅依靠她机缘获得了各种武器抵挡。给我震！随着一声怒吼，头顶之上的大道宝瓶猛然一震，漆黑的恐怖光芒瞬间爆发。地劫之下，那至尊的一击被拦下了，只不过他身形破烂，气息摇摇欲坠，大道宝瓶也彻底破碎了。你没有出手的打算。进入地境后，世间有没有大帝对你而言都没有差别。他也不行吗？不对，难道还有转机？地劫之中，李海棠的身影在雷劫之下不断的被毁灭，连同大道都消散。难道我真的不行吗？我的族人，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辜负了你们。在这最后一刻，他有些遗憾，他终究还是负了族群，没能成帝，也没能为族群寻找一处合适的生命母星。我们还没有输，还没有为族人找到生命之地呢。你累了，这些年辛苦你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了。我会为族人找到生命母星，我也会在这个时代正道成帝的。恍惚之间，他看见了另外一个自己，眼神中闪烁着让他厌恶的怜悯和柔弱。那是曾经的他，未曾登上地路的他，温柔善良拯救不了族群，于是他将自己的温柔善良阵封进了深渊，完成了自己的道。但他再次出现了，带着无比的自信，他笑了，随后两人额头轻碰，一道刺目的白光冲破了地劫雷海。好可怕的道，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你在雷劫之中看到了两尊身影，都拥有同样一张面孔，一人睥睨天下的霸气，而另一人是柔弱宁静如水。他的气息在这一刻恢复到了巅峰状态，眼看即将完成雷劫，那食人天骄突然动用全部力量将地兵推出。而此时的李海棠看见了那地兵，他的容貌柔弱，可是却全无惧意。地兵又如何？李海棠只是一击就将地兵的威势全部化解，顺带连同周围的雷劫也一同动灭。这一击让不少关注的至尊都陷入了沉默之中。还未彻底升华成为大帝，就已经展露出地级的力量了吗？这女子已经无敌了，这一世的大帝必然是她的了。很快天命颤动，垂下无数的祥瑞和金光，将那身影接引而至。有人成帝了，一道光芒划过，连同那偷袭的禁地至尊一同消失在了天地间。九天十地迎来了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帝，天命降下福泽，像是在恭迎新帝的诞生。而下一刻新成帝的女帝飞快地朝着一处枯寂的星域飞去，天命也跟随着离去。宇宙之中所过之处皆留下种种机缘，最终停留在了一片枯竭的星空之中。浓郁的生命之力照亮了这片宇宙，枯竭的星球焕发了生机。神宿警属一族纷纷开始朝拜新的大帝，随着一股地威扩散，也意味着这位新的大帝已经成功踏入那无上帝境。他的身影不算伟岸，却极具亲和力。我的族人，我回来了。随着海棠大帝的归来，天地福泽让神宿警属一族枯竭的星域成为了宇宙中最适合修炼的古地之一。九天十地的其他生灵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有点意思，这位女帝应该不会和九窍尸皇一样，有她坐镇九天十地，也是这个世间的幸事。两种大道相融，她的实力居然让我都有一丝忌惮。大戏看完了，我们也该出发了。随着你带着道书离开小天地，那位新任的女帝似有所感，带着疑惑朝着你的方向看了一眼。数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你随着道书来到了一处名为九幽黄泉的古地。据说曾经的九幽不死神药就出自这片九幽黄泉，神秘无比。不死神药，你们取名真有意思，那种东西让你们不死了吗？面对道书生灵的不屑，你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继续跟着道书寻找下去。又是数年的时间过去，新的女帝被世人尊称为海棠女帝，她并没有创建道统，而是选择待在曾经的古星，看起来没有半点大帝雄心。你也跟随着道书来到了宇宙一处诡异时空裂缝之外。没有想到这处时空裂缝竟然会自己移动，即使我有大帝修为，依旧感觉凶险无比，有点意思。小不点，我们走吧，答应你的，我不会食言。进入裂缝之中后，你来到了一片浩大的世界之中，这里隔绝了一切气息，显得十分空洞和虚无。在这里无法汲取大道之力，纵然是一位大帝，深入这里迷失了，
总有一天会被这里气息侵蚀，被消耗殆尽。你还是太弱了。呵呵，我只希望你记得来时的路。道叔没有搭理你，继续往前飞去。不知飞行了多久，虚无的空间突然看见了一处失去颜色的建筑，你伸手触摸，却没有任何实物感。这是不属于这一纪元的东西。带着疑惑，你动用五行大道，试图流转时间，查看建筑之前的信息。很快，建筑的黑白之色褪去，你看见了之前的样貌。究竟是何等的力量，让这方世界变成了现实与虚拟之间？在你喃喃自语之际，画面中一只漆黑的大手从地底探出，再次令这片区域失去了颜色。你立刻动用五色大道镇压。随着时间流逝，那个手掌早已不复往日威能，你很轻松就将其镇压。你在手掌中感受到了各种混乱暴怒和不满，像是万亿生灵融合在一起的产物。不祥之物。你不知道这手掌是这方世界破灭后的产物，还是人为的天灾。你没有思考太久，将它封印起来后，你离开了此地。毕竟你来此的目的并不是研究这个。不知过了多久，这片世界突然震动了起来。虚无空间诡异之事并不止这一处，远处一个被锁链困住的青铜躯体拦住了你的去路。别靠近，这不是你能触碰的。快离开！青铜躯体早已没有了生机，但是身上却散发着浓郁的地威。你本想躲着它，但那躯体却好像盯上你一般。不对，这个躯体没有意识，难道是我身上的地威？行，你是仙人，我给你让道。你主动熄灭了地威，青铜躯体也失去了目标，随之离去。这是什么强者的躯体？即便是去也有这般威势。小金啊，你到底还认不认识路？一路上无聊，你也给这个生灵取了一个名字。小金狠狠地瞪了你一眼。猛然间爆发一股波动，向前疾驶而去。好不容易追上他后，发现小金停在了一口古井旁，井口蔓延的黑气让你的大道都凝滞了起来。而在古井之后，有一条被群山横断的登仙路。自从你跟随道叔来到一处与世隔绝的空间后，你见到了被群山横断的登仙路。你看不清全貌，却也能感受到那座群山的巍峨与镇压一切的力量。即便你是一个地级人物，也不由觉得自身的渺小。这不是曾经傲天大帝走过的那一条，而且仙路之上的危机也被这群山所阻挡。这是谁的手笔？为什么要阻挡这登仙路？带着好奇，你一路飞驰，想要看得清整个登仙路的全貌。不知飞行了多久，你来到了一处破碎的虚空中，无数的世界碎片围绕着一颗金色光柱，而旁边巨大的山峰撒发着不属于大道的法力，拦下了这条登仙路。两种力量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登仙路危险，但是这座玉京群山的气息丝毫不比它差。小金，这群山就是你之前待过的地方吗？想不到此地如此壮观，我得用我新买的手机拍个照。这手机拍照挺清晰啊，咋有钱换新手机了？这不是最近把闲置的手机回收了，卖了一大笔呢。在哪回收的呀？我也有设备想卖呢。转转呀，最近转转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正好我的旧手机一直想卖，又懒得处理，就干脆约了转转上门回收。没想到我那台 iPhone 14 Pro Max 还卖了3900多，而且转转连平板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小金双眼迷茫，随后受到某种召唤一样，朝着金色结界中飞去。你也连忙追了过去，进入金色结界。小金没有任何阻拦，直接飞到了山上。想要从山脚登山吗？玉石山的危险并不比登仙路差，不过我现在都已经地级了，不至于把我秒杀了吧？你动用全部力气，终于踏上了那山脚，随后就是一股灭世之威袭来，时时刻刻都在消耗你的大道法则。这种威压应该和登仙路相差无几了吧？但如果只是这样，对地级生灵有阻碍，却不至于不可抵抗。思绪间，一道金色气息披在了青光的主人，降临在了玉京群山之中。他手持金色长枪，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如同天威浩荡。胆敢！不等他出手，你使用破灭之斧直接劈了他。金色天神身影消散，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只是一道烙印。你继续一步步朝着山顶登去，而小金则在山间畅游无比。他身后跟着的居然是一株不死神药。这里竟然有一株不曾被记载的不死神药。你疯狂地向着小金传信，希望他能将那株不死神药拐带回来。只可惜小金没有半点反应，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眼见你要继续登顶，一条金龙显现出来，拦在了你前面，并说道：信物？什么信物？见你没有拿出信物，一道仙光朝着你袭来。这是太初之光，9天10地都没有几缕的仙光之一，在这里居然铺天盖地。纵然此时的你已经是地级生灵，但什么防御在仙光之下都多余。你瞬间就化成了肌肤，仙光散发的几个符号让你冥冥之中洞悉了其中之意。贴上白玉镜，12个物场。随着仙光将你的躯体击毁，掉落在山底的只剩下几个大道。你立刻动用五行入第一道的第3道收进去，最终潮汐之力将你的身躯重新凝聚，但短时间你无法动用地级力量。白玉京，古老记载中不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吗？我一个地级生灵，连山脚都不能上去，就算傲天来了，怕也不行。你遭受到了重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无奈你准备返回小天地继续进修。那生灵说的信物是什么？算了，也不算白来一遭，等下次做好准备再来探探。你刚走不久，小金突然就跟了上来。我还以为你留在那了呢。话说，你怎么不把不死神药拐带出来？
你说的是哪一株？那可都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你别想打主意。哦，我懂，给加钱，哈哈，等着吧，我会再回来入住白玉京。大白天说梦话。海棠大地正道6000年的时间，9天10地没有发生过任何动乱，各种禁地都安分的过活，而海棠大地也在6000年时分别光临了轮回海、神虚等各种禁地。出奇的却没爆发任何战斗，大部分生灵觉得海棠女帝甚至连9窍尸皇都不如，不少禁忌生灵也这样认为。于是有一天，一个禁忌生灵朝着海棠女帝，然后那个禁忌生灵被秒杀了，甚至都不曾极尽升华。这一次还让那些躲在禁区的生灵认识到了女帝的真正恐怖。海棠女帝在格杀了这头禁地至尊之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飞去。小不点，信物究竟是什么？你既然愿意出来，总得说点什么吧。小金在装傻充愣，并不言语。不知道又飞行了多久，你终于感受到了9天10地的气息。飞出裂缝后，你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终于出来了，这破地方一直消耗我的本源，又无法补充，难怪会有那么多地级生灵迷失在里面。来到外面后，躯体自主开始吞吐天地灵气，无数的星光和生命精气被牵引而来。很快，一股地威复苏，顷刻间就将这片星空笼罩。一个看着温婉宁静的女子出现在你眼前。我没想到当时大帝竟然会在这里堵我，怎么想要镇杀我这种异类，为世间除害，增添一笔大功绩？然而那位女子大帝脸上只是淡淡一笑，我无意与你为敌，只要你不刻意伤害9天10地的生灵，禁地至尊也好，黑暗生灵也罢，我都不会主动动手。此话说完，你竟有一丝看不透他。在你地区遭受重创最虚弱的时候，海棠女帝找到了你，本以为会爆发一场大战，不曾想她并未对你出手。你不对我动手，却在此地堵我，所谓何事？我别无他意，只是对你有些好奇。当初成帝之时，我曾感受到一股你的气息，所以特来相见。听闻此言，你也察觉到这女帝的不凡。大帝修为隐藏气息，也不是一般生灵可以窥窃的。你与那些至尊生灵不同，你身上没有腐朽的气息，也没有岁月的气息，不属于自斩至尊那一类。就算尘封，也不会太过久远。我想，你该是近代的另类无敌者，是上个时代，亦或是傲天大帝的时代。你没想到这个海棠女帝心思如此细腻，不由得重新对她审视起来。距离你正道成帝过去了多少年？6500年。什么？已经过去了6000多年？我似乎在里面并没有待这么久啊。你从那处时空裂缝之中出来，可否告知里面的情况？想要知道，就自己进去看看。我不能离开9天10地，既然你都在里面逗留了那么久，想必裂缝之中的世界并不简单。成为大帝，我有责任守护我存在的时代。你是一位无敌者，我希望如果世间有劫，你可以出手1、2。我不爱多管闲事，而且你能拦住他们多久？1世、2世还是3世？曾经的9窍尸皇也说过要肃清世间的黑暗，可结果呢？他或许已经成为了世间的至尊之一，那么你怎么又能保证你晚年的时候会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如果真有那一日，你来杀我……哦，等等，原来你是9窍尸皇时代的无敌者。你就猜吧，如果真想守护世间，还是多去想想怎么能多活几世。我与你们这些天命成道者不同，我可以自封，而你们不行。这个你拿着，或许对你有所帮助。什么这等宝物，太贵重了吧？相逢即朋友，这些都给你族人去分一下吧。哎，都给我了吗？你怎么办？我还有啊，来看，这些都是要给粉丝发的。都是吗？左下角这么豪横啊，不会是2手的吧？放心吧，这些都是我跟厂商亲自严选，去专柜验过的，保证正品。我这第2台都到了，你挂的怀旧服吗？新旧链接有啥区别吗？我左下角的新链接库存更充足，领的自然快。这次左下角补贴了12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Mate 70 Pro，想要就有，但这次力度太大，就这么一次。被天命认可的生灵无法自封本源，海棠女帝自然知道这点，看着你离去的身影，喃喃自语道：活得更久吗？回到小天地后，你发现布置的禁制并没有被攻击的痕迹，终于长舒一口气。登仙路和白玉京的秘密，迟早有一天我会弄明白的。接下来的时间，先将自身的状态恢复到圆满状态。至于那位女帝，时间会改变一切。这次发货确实快，已经提醒我填地址了。哎，这次你怎么领的是3折叠呀？这是我专属的粉丝限定3折叠，一共就3000台3折叠，就点左下角，无需下载1秒跳转，3000倍极速链接，注册上线就能参与，先到先得。那我再领台3折叠。时光悠悠，5000年过去，小天地内突然爆发出一股至高无上的本源之力，你终于将受损的地区修复完整。5色大道在你身后流转，3件道兵在欢呼雀跃。这次真是亏大了，1万多年修为没有半点进步，潮汐之道也没圆满。在你复苏之际，你感受到天命微弱的悲悯。才11000年，海棠女帝难道要熬不住了？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选择，能否再活一世，亦或是要自斩？你的身上爆发出一股无敌之威，手中出现一把巨大的斧头，
我的大符已饥渴难耐。海棠女帝正道的第11000年，天命突然出现了衰弱的痕迹，在12000年的时候加剧，各种异象显现。很显然，当时大帝不止寿命无多，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很快，2尊竞技生灵出世，开始肆无忌惮屠戮生命谷地，仿佛就是对这位大帝的无声挑衅。随后，在海棠大帝所处的那片生命谷地，一股地威冲天而起，他一掌拍下，大帝的至高力量爆发，顷刻间轰向了那2位竞技至尊。2位至尊纷纷显露身形，而其中一位居然是一棵参天古树，浑身漆黑无比，竟然是一尊鬼魔树成帝者。鬼魔树世间罕见，只要出现就会掀起动乱和黑暗，诞生之初便会遭到所有生灵镇杀。究竟是哪个时代让一尊鬼魔树成帝了？史书上没有记载啊。 2位至尊并未极尽升华，却散发着无比强盛的至尊之威。本源充足的他们拦下了女帝一击。海棠大帝站在星空之中，双眼异常平静。我们曾经有过约定，我在世，你等不可在9天10地出世。其实你的而言已经走上梦魇，就算是巅峰又如何？真以为那些事也能束缚我的？就是，无非是几片生命谷地，宇宙之大，这样的生命谷地何其之多，化为我等的血食，他们应该感到荣幸。亦或是你也想被我等分食？说完，鬼魔术强者又洞穿了一片生命谷地。大胆在我面前行凶，今日留你们不得！海棠大帝在这一刻终于出手，一拳击出，空间都暴动了起来。 海棠女帝的飞仙之力化作耀眼的光芒，要磨灭一切。而同时，那尊魔影也出手，竞技之威尽显无疑。面对2位至尊出手，海棠女帝隐隐落入下风。大帝又如何？终究是女子。而在小天地中的你却面露难色。原本我想除掉一名刚自斩的大帝，但现在嘛，杀谁不是杀？你刚携带蠢蠢欲动的冰道飞出小天地，海棠女帝就给你传音而来，无需出手，看着即可。下一刻，那团原本还被压制的刺目白光，陡然之间强盛了数倍。 压得2位竞技生灵没有还手的余地，逼得他们极尽升华。星空之中，只有一句话还在回荡着：我只是老了，不是死了。